KPL 历届获得 FMVP 皮肤的选手里，到底谁的皮肤最有含金量？今天小乐统计了近10年的比赛数据，把他们的 FMVP 英雄场次以及胜率都算清楚了，总共有17个选手上榜。OK， 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排名。Top 17 Fly 马超。整个 KPL 生涯里 ，Fly 一共使用了106次马超，但胜率却只有 51.89%， 是所有皮肤选手里胜率最低的，都快跌破 50% 了。网上有很多人不认可 Fly 马超，原因点就在这里，因为它是历史总胜率，它包含了你的巅峰期，51.89%的数据确实不够看。Top 16小胖裴擒虎。说实话，我做这份报告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小胖会是倒数第二，胜率只有 57.78%。最重要的是，小胖只使用了45次裴擒虎。一般来说，场次越少，你的数据会越高，你巅峰期的时间占比会更高，而场次越多，数据会越平庸。小胖57的胜率还是反映出了一定的问题。后来我仔细查了下之前年总的数据，小胖老虎在去年年总胜率只有42，惩戒成为了他最大的心魔。后面没多久，狼队就换了婉婉，所以整体来看，小胖也只能排倒数第二。不知道后续小胖能否转会成功，给老虎的胜率拉高一点。Top 15子阳东皇太一，38的场次，63.16%的胜率，其实不低了，主要场次偏少。东皇太一的整体出场率都不高，这个英雄缺点很明显，手短怕消耗，开团能力也差，哪怕是子阳来玩，数据也只能是这样了。Top 14 Fly 耀36的场次，63.89%的胜率，和子阳东皇差不多。如果只说巅峰期的话 ，Fly 耀是没毛病的。当年的边路耀各种七进七出，造就了不少名场面。可惜巅峰期太短，而且后面耀主要都是打野位，边路耀没了出场率，我估计 Fly 自己都已经把这个英雄丢仓库了。Top 13 Cad 貂蝉一共用了82次，62.2%的胜率。貂蝉没有容错，极度依赖选手的个人操作。16年到18年的时候 ，KPL 很多操作都在探索期 ，Cad 那时候的貂蝉经常能够在刀尖上跳舞，后面更是把中单貂蝉当做河来打。哪怕以现在的视角来看，Cad 貂蝉依旧可以说是法治时代的缔造者，影响了很多人。Top 12青龙西施用了74次，胜率62.16%， KPL 公认的西施王。20年是青龙的巅峰期，那时候的他一共用了15次西施，胜率 73%， 极致的拉人技巧和精准的卡视野能力是很多选手都做不到的。后期到了 JDG 后，西施的整体数据出现了些许下滑，胜率变成62了，但水平依然在线，还是 JDG 的吃分点。Top 11九成干将职业生涯里一共用了81次，62.96%的胜率，数据也很豪华。9成的干将在那个年代，他已经超越了普通绝活哥的定义，历史以来都没有说让中单当绝对大核的打法。9成可以说是炮台法师的代表人物，唯一可惜的是9成巅峰期太短了，无法适应后续的版本变化，只能慢慢淡出众人视野。Top 10一诺戈亚58的场次，63.79%的胜率。一诺玩戈亚，除了独特的刷钱思路之外，他对戈亚的漂移控制总是能够保持在我能打到你，而你打不到我的极致距离里。团战画面感很强，输出能力和收割能力都是顶尖的。25年是一诺戈亚的巅峰，数据碾压任何一个射手，包括道仔。但26年后巅峰期过了，整体数据不如道仔。不过他的戈亚仍然紧接上期选手 FMVP 皮肤实力含金量排名，剩下的6位选手数据会比上期的更加豪华。
换句话说，这6个人的战绩，无论是胜率还是出场率，你都挑不出毛病。Top 6，花海蓝用了84次，胜率66%，超高的出场率加上漂亮的胜率，相当恐怖。打法上以极致的经济转输出而闻名，花海是那种只要吃了钱就一定能够出画面的选手。21年到22年多次上演4血反杀、极限7C、完美收割等名场面，他是技术、意识、心态以及荣誉的完美结合。Top 5，暖阳近123次，胜率62%，这个使用次数仅次于一诺的公孙离 ，KPL 历史第一镜，手法顶级，意识超一流，外加大心脏选手。20年世冠的浪山追四，暖阳的镜成为了所有镜玩家们的神。那时候很多选手的镜都还在磨合期，只有暖阳把这个英雄练到了极致，大招换位很丝滑，顶级飞雷神的视觉盛宴。哪怕是6年过去了，暖阳的镜依然屹立不倒，还是他最自信的吃分英雄。Top 4，一诺公孙离，职业赛场里一共使用了149次，胜率61%，这个使用次数是所有 FMVP 选手里最多的。就这个数据一摆出来，你黑不了，也没办法黑。巅峰时期的一诺更是刺客阿里的开创者，19年的秋决草丛一推封神，直接改写了 KPL 射手的打法思路。曾经的一诺被称之为线霸，是因为他的阿里把对线控散、骗技能、算 CD 做到了完美，预判敌方突进更是基本功，也被很多人冠以 AI 反应的称号。逆风局的高光操作也数不胜数，虽然比起现在状态下滑了，但论历史地位 ，KPL 第一公孙离的称号也只能是一诺。Top 3，综艺大师命用了69次，胜率72.46%，KPL 独一档的大师命天花板。我记得前2年有个赛季 AG 输给了狼队，那时候很多人嘲讽综艺根本不会大师命，面对黑子，综艺凭实力反击，最终蛰伏了1年，苦练打法，最终拿到了大师命的 FMVP。在之前，大师命普遍都是肉刀出装，但综艺却开出了红刀流玩法，从暴击流到红刀半肉流，综艺始终在创新。后续的红刀霸者配黄盾，更是让他的大师命打出了现象级发挥。这套出装也让其他选手纷纷效仿，而且更加恐怖的是，综艺目前还在巅峰期，后续应该还能再度拉高大师命的数据，有可能会成为 Top 1。Top 2，长生王昭君，职业生涯里用了94次，69.15%的胜率，差一点就到70%了，数据够硬。20年对战狼队的比赛里，长生王昭君单局控制时间一度达到了恐怖的58秒，这个数据也写进了皮肤台词里。58次的云柱风息，我们终于抵达彼岸。顶级的中单工具人，吃最少的草，挤最多的奶。区别于其他选手的王昭君，长生的2技能冰冻很会抓取敌方的走位、进场路线以及探草习惯。从20年世冠到25年的年总，长生王昭君常年稳定高光，顺风开团和逆风兜里的能力都是全联盟顶尖的，用极致的控制改变战局。可以说，他的王昭君完全把中单工具人的舞台发扬光大了。Top 1 Fly 花木兰用了102次，72%的胜率，有点意思啊。我做这份报告的时候，排名第1和倒数第1都是 Fly， 虽然他的马超不尽如人意，但 Fly 的花木兰绝对够强。从17年开始，他的花木兰就碾压所有边路选手。17年春季赛胜率高达90%，场均击杀和输出都是排第1的。同年的冠军杯也是拿下了9战8胜的豪华战绩，胜率87%。18年更是 Fly 封神的那一年，花木兰100%胜率，半决赛和总决赛 Fly 花木兰都是从头 C 到尾的。也就是那个时候 ，Fly 拿下了冠军飞将的皮肤。如果有新的小伙伴感兴趣，可以去翻一翻当年的比赛，非常的惊艳。后续花木兰经过版本削弱，全联盟花木兰胜率只有30%多，但只有 Fly 拿出来了，依然还是吃分点。对线无天敌，团战定胜负。后续几年里，尽管花木兰已经沦为路边一条，但 Fly 也最终把这个英雄的胜率定格在了72%。综合以上数据分析，我认为 Fly 的花木兰 FMVP 是实打实的 Top 1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